今年风花节的高潮，应该就是可莉的妈妈爱丽丝的出现了。好多年轻的声音。夫人，我是这的继承人斯嘉丽。许久不见，J 的继承人竟变得如此鲁莽，简直难以置信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学老太婆说话啊？老太婆，这口气，难道你是莫娜？毫无疑问啊，逗逼人设确定。总之就是在大家破解了谜题后，会来到这个小型浮空岛上。最开始我一看，我去，7张椅子啊，又是在天上，不会是七神以前开茶话会的地方吧？不过后来证明啊，是我想多了，在这里开茶话会的是魔女。魔女这个群体吧，大家也不要觉得啊，都跟爱丽丝那样很厉害。比如有个就是写童话书的女作家，里面有些人也会生老病死。像这次策划了一切的 J 的继承人，J 就是以前的魔女之一，也死了，只留下了称号。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不厉害啊。比如说这话的时候看着阿贝多，懂什么意思吧？如果世上有谁能创造不存在的物种，恐怕就是他了。还有一个喜欢在别人脑子里说话，就像先知一样。我先声明，这号我寄来录素材的，不算我的啊。我看到这个名字，我也是愣了半天，真是过分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当初给伞兵取了什么名字吗？言归正传，当年魔女们可是妄图挑战封神的，他们曾胆大到挑战封神，封神却说不要比武，让我们唱歌弹琴，用诗来结束纷争。很明显，无论对谁，温迪永远是那个温迪，格局就是大呀。啊，对了，这里为什么有8个圈，但座位只有7个？这个大家觉得会不会有什么说法？可惜的是，爱丽丝到最后也没有现身，看来还是要等上一段时间。那么除了主要剧情外，这次风花节的看点，我说全部在 CP 身上，没人有意见吧？以克莱为中心的四角恋，堪比大型偶像剧。从最初见面时的紧张与生疏，不知如何相处，再到见到正宫完全语无伦次，最后被砂糖拯救，敞开心扉。而安博咋说呢？渣女。开玩笑啊，反正安博愣是把克莱推给了别人。在写的信里，安博还有些话也不许克莱看，总觉得他有些放不下的事。他放不下的就是你呀！哎，看啊，最后还说普通朋友。哎，算了，反正这下也算是成功组了新的 CP 吧。因为砂糖和克莱的性格真的是蛮像的，官方也确实会配。你和我那么像，更应该懂我说的话才对。你要相信，你的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。那么第2对就更离谱了呀！前面一直说蒂马乌斯在跟里约的姑娘谈恋爱，结果竟然是婴儿啊！你敢信？那春香瑶这几个字，年纪大点的小伙伴都懂它背后的意思吧？婴儿在门口召唤我的画面还历历在目，结果竟然跟蒂马乌斯扯到一起了。实话实说啊，有点离谱。我后来回里约，婴儿确实不在了，店也不要了，就在合成台一直待着。还有，差不多该直接叫我婴儿了。婴儿，哎呦，真是腻呀！看他们那么甜，只能说祝蒂马乌斯安好吧。如果真快乐的话啊，就给我合成台多出点好的示意物，行不行？此外还有2个小细节，一个是班尼特的信，班班真的是太谦虚了。你身为提瓦特第1火神，6星战神头牌，竟然说自己弱小，班班是最强的好吗？还有一个就是任务做完，别忘了回酒馆听温迪写的诗哦。这次英版配音也是念的，大家听一个就行了。我来读一下：世上从未有过如此色彩，没有一个人能不染上它。比白色更像云雾，比金色更像太阳，落入你的眼睛，令孤独的心复明。会不会太严肃了？要不然还是以甜甜花为主题再写一首好了。